第186章测验。少爷，起床了。清晨，青灵双手叉着细腰，精致的小脸有些无奈地望着床上那抱着被窝呼呼大睡的萧炎，轻声喊道。在青灵的喊声中，萧炎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来，搭着眼皮，懒懒地坐起身子，哭笑不得望着身旁撅着小嘴的青灵，叹了一口气，只得放弃了懒床的念头，在青灵那双柔柔嫩嫩的小手服侍下，将衣衫穿好，然后迅速地将衣衫穿好。少爷，你可不能怪青灵打扰您的好梦，今天是墨铁佣兵团每3月一次的测验，也是3月里团内最热闹的时候，您昨夜可提醒了青灵，一定要准时叫您起来，不然……说到此处，青灵精致的小脸上浮现一抹淡淡的绯红，声音低不可闻的道，不然您说青灵的屁股可是会遭殃的。可清晨刚刚起床，正是男人欲望最盛的时候，虽然面前的青灵年龄方才13、14，可或许是因为人蛇血脉同体的缘故，娇小玲珑的身躯却是该凸的凸，该凹的凹，该丰满的丰满，该纤细的纤细，这些种种对于拥有某些古怪癖好的人来说，可都是致命的诱惑呀。虽然萧炎并没有那种癖好，不过这种时候心中总是会冒出一股冲动便是。不过好在他迅速地将那冲动给压制了下来，不然岂不是会丢脸死。青灵一双娇嫩的小手将萧炎服侍得极为满意，伸了一个懒腰，他戏谑地笑道，这种生活可才真是少爷过的啊，日后身边若是少了这么个体贴的人，那我岂不是又要回到以前的那种生活了。闻言，青灵心头微甜，经过这几日的相处，他与萧炎之间的关系也是越来越熟络，而由于萧炎对他的温和，也使得青灵极为乐意如此的服侍着他。若是少爷愿意，青灵可以一直跟在您身边做侍女的。小手抚平萧炎袖子上的折痕，青灵低声道，哼，我倒是想，可我最多只会在这里待10天时间而已，10天过后我还得继续进入沙漠进行着修行，那种环境，你一个小女孩跟在身边，岂不是自讨苦吃？放心吧，我走之前一定会嘱咐大哥他们好好照顾你的。萧炎揉了揉青灵的脑袋，含笑道。听着萧炎此话，青灵低垂的碧绿眸子中掠过一抹失望，不过片刻后，他赶忙强作笑容的道，好了，少爷，我们走吧，或许测验现在已经开始了呢。笑着点了点头，萧炎背负好悬重尺，然后迈步对着房间之外行去，而机灵的青灵则是快一步推开房门，然后回头对着萧炎娇俏一笑。所谓的测验是墨铁佣兵团每3月一次的实力检验，这种检验的目的很有些激励团员努力修炼的目的，因为一般只要在测验上表现出色，便能获得自己组织一支小队的资格，从而也能晋升成为一名队长。为了能够得到这一资格，墨铁佣兵团之内的风气一直较为勤奋向上，团员的实力在这种竞争之中成长速度也远远比别的佣兵团要更加快速一些，而这也是墨铁佣兵团团员的大众实力一直遥遥领先于墨铁城其他佣兵团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良性竞争的测验，萧炎也颇为的赞同，而这种竞争的提议不出萧炎意料的，也正是一向脑子极为灵活的大哥萧鼎所提出。到的如今，这种本来还有些缺陷的测验已经逐步的被完善，所取得的效果也是越加的显著。走出房间，萧炎带着青灵在佣兵团内转了转几圈，途中也遇见了一些正手忙脚乱刚从床上爬起来的同难之人，大家互相遇见，笑着打了招呼，然后一个个开始卖命的对着后院的训练场狂奔而去。或许是因为萧炎的原因，现在的墨铁团员在面对着青灵之时，表面上的厌恶情绪已经收敛了许多，虽然对他的态度依然冷淡，不过至少没有以前的恶言相向。萧炎并没有去测试的意思，所以也不用他们这般着急，与青灵互相笑聊着，慢吞吞地走进了后院。等两人来到偌大的训练场时，这上面已经开始了火热朝天的战斗，场上是上百人的乱战，场下的众人皆是脸色激动的大声吼着，有的地方甚至还开着盘赌，最后坚持下来的5个人具体是谁。站在场外的一块巨石之上，萧炎将青灵也是拉了上来，两人并排而立，饶有兴致地望着训练场上乌烟瘴气的战斗。
偶尔间见到一些极其下流的招数，都是忍不住的有些失笑。少爷，萧鼎团长他们在上面。在萧炎看热闹之时，一旁的青灵忽然手指指向场对面的高台上，对着萧炎微笑道：哦。微微一愣，萧炎抬眼望去，果然是见到在那高台上，萧鼎与萧丽正坐于其上，在他们身边还坐着一些身穿墨铁佣兵服饰的人，想来他们应该便是团中的高层。这几日来，萧炎也与他们都见过面，所以模糊间也能认识。在萧炎注视之时，萧鼎与萧丽也是将目光投了过来，三人相视，不由得畅怀一笑，彼此扬了扬手。就在萧炎打算收回目光时，忽然瞧见萧丽的手势，不由得一愣，手指指向场内，再指了指自己。见状，萧丽大笑着点了点头，低头对着一旁的萧鼎说着什么，然后在他无奈的脸色下跃下了高台，稳稳地立在场中。瞧着萧丽的举动，萧炎无奈地翻了翻白眼，对着身边的青灵说了一声后，脚掌猛然一踏巨石，随着一声爆响，身形猛冲进场内，身体在半空中凌空一翻，双脚便是踏进了场内。哈，小炎子，让我看看你这家族中的小天才，在这几年时间能强到何种地步。萧丽的声音被斗气所携带着，竟然是将训练场周围的喧闹声压了下去。二团长，二团长！听得萧丽的大喝声，周围的人群在略微愕然之后，旋即脸色激动的大声呐喊着，顿时训练场周围一波波狂热的呐喊声汇成一股声音浪潮，直冲云霄。二哥有意，小弟自然不敢拒绝。被周围那火爆的气氛带动起心中的一抹热血豪情，萧炎手掌握住悬重尺柄，猛然一抽，呛的一声，重尺斜握，抬头豪迈地笑道：哈哈，好！见状，萧丽一声大笑，手掌一翻，一把乌钢笔直长枪便是出现在掌心中，手掌紧握，身体之上，银色的斗气猛然升腾而起，最后在其身体表面上形成一层银色斗气纱衣。没想到几年不见，二哥的雷属性斗气越发的精纯了。目光扫过萧丽身体表面上的银色斗气纱衣，萧炎忍不住地摇了摇头。萧丽的斗气颇为罕见，是一种雷电属性的斗气，这种斗气不仅攻击力强悍，而且还附带着麻痹的特效，战斗时极为让人头疼。缓缓地吐了一口气，萧炎体内的紫火斗气也是急速涌动，片刻之后，升腾着紫火的紫色斗气纱衣同样是将萧炎包裹在了其中。好家伙，望着萧炎召唤出来的紫火纱衣，萧丽不禁赞叹了一声，旋即紧握着长枪，大喝道：开始吧！萧丽的声音刚落，萧炎与他的身体便是几乎同时而动，两人脚掌在地面一踏，身形狂射而出。望着那几乎是将混乱的场内活生生地撕出一条道路的两人，周围的佣兵顿时再度沸腾了起来。两名斗师的战斗，在平日可能算是难得一见，今日能够有眼福观摩一场，这些人如何不感到兴奋？少爷，加油！站在巨石上，青灵小脸略微有些涨红，焦脆地喊道：哼哼，团长，你说二团长与萧炎小兄弟，谁的胜算大一些？高台之上，雪兰目光瞟过场内，娇笑着问道。听着雪兰的问题，台上的另外几位高层也是将目光投了过来，望着平日决策着团内大小事务的萧鼎。被众人注视着，萧鼎若无其事地端起茶杯，浅浅地抿了一口，视线扫向场内，笑盈盈的道：二弟如今的实力是4星斗师，以他的速度，想必不久后便能进入5星级别。而小炎子现在的实力仅仅是刚刚踏入斗师，再有二弟的雷属性斗气，诸位也是曾经领教过。虽然小炎子的紫火斗气让我有些摸不着端倪，不过你们说谁胜算大？萧鼎眼眸中掠过一抹狡诈，笑道：这样看来，二团长不是准赢了？毕竟他们可相差了好几星的实力呢。闻言，雪兰不由得撇了撇嘴，有些失望的道：他可是很想见到萧丽出丑的模样呢。呵，微微笑了笑，萧鼎手指轻轻地敲打着桌面，目光盯着场中被紫火斗气包裹的少年，轻声道：换做别人，或许是的确没有半点胜算，不过
对于我这个最小的弟弟，那可不能以常理来判断。那小家伙从小就知道如何隐藏自己，我可不认为他的实力只有表面上的这点。所以这场比试说不得，小妍子的胜算会更大。